现在测的是我们柳州小仙女的无极 Q250，真的是小仙女哦，人家还是读大二的在校生，真的没骗你们哦，不信你看，没错吧？还有，而且还是个艺术生哦，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他哦，支持他哦，天下母有是一家。这款车呢上市有1年了，250的排量整备质量呢139公斤，它真的要比常规的250要小上半号，车的轴距呢只有1.35米。前轮是16英寸，后轮是15英寸的，而且坐高只有750，它的体型就和150差不多，但是呢，它配的是250排量的发动机，功率呢达到了21.5千瓦，车主来的100公里加速时间是7.4秒，比同平台的仿赛车型还要快。4档破百，还是第2次跑出今天最好成绩7.4秒，已经很接近320的成绩的7.4秒，在我的排行榜中排名第117位，几乎是国产最快的单缸250了。KTM 杜可是7.1秒。拿到车呢，我第一感觉就是油门响应和初段的动力要比之前我测的仿赛版本要强，厂家应该是调整过的，像这样轻轻拧一点，它动力就来了，有点 KTM 或者是越野车的调法。而之前我测的250双 UP 仿赛版本呢要柔和一些，但是250仿赛的版本震动要比这个小一些。为了研究清楚，我拉了一下马力机，应该是前段动力调猛一点，后段呢收了一点，到时候拿一台仿赛版本测一下。车辆加的是95的油，最终通过后轮的测试，计算出发动机的功率还有23匹，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传动以及各种阻力消耗掉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扭矩曲线，从3900转到10000转，有一个很好的扭矩平台，在实际体验上也能感觉得到了，它动力会更加顽强一些。如果是有功率没有扭矩，那么它很容易掉转速，尤其是上坡的时候，动力没有那么顽强。玩越野的应该深有体会。而且功率呢，从10000转之后呢就调平了，可以看得出工程师对后面的动力相应的收了一下，这也是很多车型的调法。这台呢前中段的动力调得比仿赛更加激进一些，随之而来的震动也要大一些。震动呢主要集中在4500转到9000转，而且单压机的震动普遍也是大一些的，要比某些400排量的双缸机要大了。之前我测本田CL300也是一样，所以综合来说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整车的声音呢没有之前我测无极250双2仿赛那个版本来的那么整。那台是没上牌的新车，这台呢是4500公里，能听到一些轻微的气门声。排气管的声音呢是比较整的，除了排气管的声音，还听到一种噗噗噗的声音，就是进气反弹到孔里响的声音，这个大家要区分开来。转速表的延迟呢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这个仪表和250 SR GT 的很像，应该硬件上是共用的。发动机总体来说呢还是属于中上的水平，你要那种发动机特别润的感受呢，这台呢是有点难哦。国产的其他厂呢也是差不多这个水平。60到0的刹车呢 15.9 米，也是属于中等水平。刹车日常走街的制动力呢是完全够用的，因为车比较轻，轴距也比较短，制动力的体感还是比较强的。之前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加速的体感，同样的加速时间，有些体感更加强，刹车也是一样的，同样的刹车距离，有些刹车的体感要更加强一些，刹车的手感呢和合资车没多大差别了。不过这个油门稍微有点紧，在测了2-3个小时的油耗，手指的部分会有点酸了。看来小仙女的握力还是可以啊。下一期呢将进行对它油耗测试，还有骑行减震部分的体验，它的综合实力到底强不强呢？